频道。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米雾在上个月推出的一款98配列键盘 J980。可能有老粉还记得我在前几个月是有做过一把米雾830的。两款键盘在设计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顶部这一小块白色的飘出，还有背面大面积的横纹设计，都是这个系列非常明显的特征。这里先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售价问题啊。其实我写稿的时候，我打开店铺看了一下，是469块钱，对比 J830 499的起售价是只贵了20块钱。但前段时间的预售价格是419啊，后续的活动也很有可能再次回到419的价格，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今年的健全市场是有多卷了。如果想蹲419这个价格的话，还是可以稍微再等一下活动的。键盘在外观方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98键布局，右上角有4个功能区按键 ，F 区也做了0.25U 的长度分割。左上角这一块区域有7个键盘的状态标记，配合底部的灯珠，可以实时的显示键盘的大小写、数字区和连接状态，也可以说是我上手过的键盘中比较直观的一种表现方式了。在键盘的右上角集成了 2.4G 收纳槽、充电接口、模式切换开关和电源按键。这个电源开关就比较有意思了，用的是我们老式电视机上面那种机械自锁开关。从我上手这款键盘的第一时间起它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电源开关了，更像我发呆的时候的一个解压玩具，就像我们小时候忍不住去戳圆珠笔记的道理。官方宣传这样的开关可以更好的完全断电，节省电池电量。具体有没有效果，我这里就不能直接感受到了。手感的话，确实实打实的好。键盘搭载了一套原厂高度 PPT 热升华键帽，第一眼看过去我以为是一套红白双拼色，但在仔细观察的时候可以发现它的主键区和边角的功能区按键是有一点不一致的，旁边的功能区按键要略微的偏灰色一些。在热升华的做工方面在比较小的字体上也不会出现边缘发糊的情况，这一点精度还是比较 OK 的。对比前代 J830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全系都采用了亮面透壳上盖，在日常的使用中也确实会比实色上盖更容易产生划痕。透过上盖可以看到键盘内部的加强筋和垫片，在颜值这方面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设计还是有一定的亮点在里面的，就看个人的审美如何取舍了。轴体方面依旧是沿用了830上的巨黄 Pro 一代，50克的触发压力，2毫米的触发行程，是一款偏重压力的线性轴体。放在22年上半年的话，还是一款蛮不错的轴体的。现在的话，竞争对手就比较多了，轴体的顺滑度还可以，边角按压的稳定性就略微的逊色一些，内部也做了出厂润滑，各项杂音控制也比较到位。大键方面的话，也算是这款键盘的一个主要升级点了。对比830上的空格调教进步了非常多，稳定没有杂音，但回升和退格处理的就还不是很到位，有一定的空间层。接下来就是键盘的拆解环节，用6角螺丝刀卸下底部的8颗螺丝后，上盖和底壳的卡扣咬合力度不大，用指甲就可以轻松分离。可以看到上盖部分是由顶部的实色指示灯区域外加底部的透明外壳组成，两者之间用了5颗螺丝固定。键盘的结构方面，这里就得详细说一下了。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争议在里面的。官方宣传这个是 Gasky 结构可以看到四周用了8块硅胶垫片作为支撑，但是在键盘的顶部是没有设置硅胶垫片的，是由左边的电路板直接接触底壳进行固定。这个地方就和 PCB 和底壳没有刚性接触这个 Gasky 定义有点冲突了。但是键盘本身就确实带有一定的形变，在声音的表现方面也更接近 Gasky 结构多一些所以就算是半个 Gasky 吧。填充方面的话，内部有 EVA 的夹心棉外加底棉，到手的升级空间还是有的，可以自己加个轴下垫啥的，也会有更好的声音表现。电路板上的轴座用的是高特提供的，主控方案是贝莹的 BYK916像之前的 R87S 和黑桔 AC064 都在用，是一款稳定成熟的方案了。电池的容量是4000毫安时，关灯蓝牙的连接模式下，最长可以提供1000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对比目前的大多数键盘来说都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到这里可以说是把整把键盘都给拆开了，无论是在外观还是在内部的设计上，都可以说是一把让人赏心悦目的键盘。
在内部的填充上依旧还有一定可进步的空间整体看起来469的售价配合419的活动价这款键盘在外观设计续航这方面无可挑剔手感方面个别的大件有一定杂音但主要的空格做的还是比较优秀的，主要的短板还是在轴体方面这里给的是一个1代的聚黄轴甚至连个2代都不舍得给我真的哭死。也不是说这款轴体的素质不行但是就放在这个价位有点格格不入了我更希望这款键盘以后可以推出更多轴体的选项，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下期视频再见，拜拜。